在职场打滚多年的各位啊，还记得面试完理想的工作之后等待通知的心情吗？在还没有取得正式的 offer 以前，很多人应该都没有100%的把握一定能顺利上工吧？不知道各位是否曾经思考过，就算收到了书面或是电子的录取通知，又真的能够保证如期就任吗？如果在取得新公司录取通知之后，马上离开了当下的工作，后来又被取消聘用的话，又该如何是好呢？今天这支影片我们就来跟大家聊聊，假如资方取消录取通知会面临的相关风险，还有一些实际上发生过的劳资争议案例哦。Hello， 大家好，我是 Sean， 欢迎回到 Workforce 劳动力量。在面试的阶段劳资双方通常应该都是既期待又有点怕受伤害的吧。在还没有正式开始上工之前，也不确定彼此之间真实的想法。对于资方来说，可能不确定劳方是否会如期报到，出勤后的工作态度以及能力也都充满着问号。而对于劳方来说呢，职场的环境是否符合自己的期待，能不能在公司长远的发展，也都充满着很多不确定性。其实随意的反悔变更原本的承诺，对彼此之间都会造成诸多不便，甚至会产生实质上的损害。特别是劳方已经从前公司离职，准备在讲好的时间要到新的工作报到时，竟然又被通知取消录取的话，那经济上马上可能就会出现了空窗期。因此以下我们就来逐步聊聊这个常见的争议问题吧。其实，在劳动基准法之中，对于劳动契约缔结生效的要件，并没有明确的规范，也没有强制规定劳资双方一定要用书面的方式来签署契约。所以，其实劳动契约的性质我们又可以称之为诺成契约，或者是不要式契约。大家可以用自身的经验或是亲友的工作状况来看，应该有蛮多的工作到职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契约，只有在面试或是报到的时候，劳资双方大概讲一下工作时间休假以及薪资结构等等的劳动条件之后，就开始上班工作了。其实这样子并没有违法，只是当发生争议的时候劳资双方会很难举证当初的约定细节而已。更进一步来说，依照民法第153条第1项的规定，只要双方达成合意，契约就会成立。至于劳工实际上是否已经开始上班提供劳务，并不是必要的条件。所以回到我们影片的主题当求职者去面试完某一份工作，无论该公司事后是用口头或是书面的方式通知明确的报到日期，只要求职者也有明确的回复愿意接受该工作的意思表示，双方的劳动契约其实就已经算是成立了。如果我们简单梳理一下一般劳动契约成立的流程，大概会是求职者先进行面试，资方确认要聘雇之后，就正式发出录取通知，并且有载明报到的日期跟条件。那接下来求职者再明确回复有意愿，而且同意如期报到，在这个时间点其实就可以确认双方是有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因此劳动契约就已经算是正式成立了。换句话说就算劳工还没有正式开始上班，但双方之间其实已经缔结了劳雇关系了。然而实务上就是因为有很多劳工还没有正式来上班之前，资方又可能会担心他们不来报到，或是还是想找到更好的人选，所以也不会去关闭职缺，实际上也可能会持续面试其他求职者。假如最后真的找到了资方心中觉得更好的潜在员工，因此而径自撤销了原本发出去的录取通知，对于雇主来说会面临哪些的责任呢？最大的风险可能是那些被撤销录取通知的求职者，事后会来主张，因为劳资双方的劳动契约已经成立了，而雇主又没有法定可以终止契约的事由，所以片面终止契约并不合法，进而认为双方的劳动契约还是应该存续的。再来劳工可能会表明有报到工作的意思，可是雇主80%会觉得这个求职者在胡闹吧，并且就会断然拒绝，所以法律上就可能会解读成雇主单方面拒绝受领这名新进劳工所想要提供的劳务。依照民法第487条的规定，这样子可能就会被认定属于雇主受领劳务迟延，劳工仍然可以请求报到以后到契约终止为止的报酬。此外有少数的案例是，如果劳工收到录取通知之后，马上从原本的公司离职，结果因为又被新公司取消录取而落得两头空，转而就向新公司请求损害赔偿，而且是有成功的状况。这个也是新公司所要面临的潜在风险之一了。以下我们就来分享一些类似争议的实际案例，让大家参考看看吧。在影片的后段也会提供一些给资方的建议，如果是雇主或是人资工作者或许也可以参考一下，再来看看要不要调整现有的制度，所以记得要看到最后哦。
我们先来看一起在北部的案例吧。有一名求职者，我们就先代称为小花吧。他到一间食品公司应征业务员的工作，双方是先用视讯的方式来面试。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小花就收到了公司的人资传赖通知他确定录取。隔天啊，双方又在确认了薪资以及报到时间之后，小花就表示同意会接受录取，并且会如期报到。接下来就照原本的规划，向目前任职的公司提出离职了。没想到过了1周之后啊，新公司的 HR 又在通知了小花，表示公司最终决定不予录取，也否认双方已经缔结了牢固关系。所以火大的小花他就认为，从他离职之后到找到其他新工作为止的这段期间呢，他是受有薪资以及劳退少提缴的损失的，所以决定就把无缘的新公司告上了法院。公司在诉讼的过程中表示，双方在赖上面根本就没有谈到聘雇的细节跟相关条件，所以否认劳资双方已经缔结了劳动契约。此外资方也主张是 HR 擅自发出录取通知，否认有发出符合内部程序的通知文件，所以请求法院驳回小花所有的诉求。那法院是怎么看的呢？在判决中有指出人资专员既然已经有明确通知录取，也写了报到日期跟需要准备的文件，小花基于对于 HR 的信赖而离职了，但是新公司事后又用人资无权代理当作理由来取消录用。法院虽然没有承认双方之间已经确实缔结了劳动契约，可是却认为是有符合民法第245之1条所定的情况，也就是在缔约的过程中公司显然有违反了诚实以及信用方法的事实，而小花这一方又没有过失，他在过程中确实因为 HR 的说辞相信已经被公司录取了，所以依法公司这一方就必须要负担损害赔偿的责任。这起案例的结论就是因为公司事后反悔录取，劳工可以依法请求空窗期间的薪资以及劳退损失。顺带一提劳方有主张因为过程中身心煎熬，所以也有提出了精神上的损失。可是法院是不认为劳工的人格权有受到侵害所以这部分就没有判赔了。我们再来看另一起案例吧。有一名研发工程师，我们就称呼他为阿忠吧。他去面试了某一家资讯公司，后来在当年的4月11日被通知录取，并且跟公司约好是在5月2日报到。公司也要求他报到之前要先完成体检，所以请他到公司合作的诊所来进行检查。然而公司到了4月23日提醒阿忠要记得去体检，可是阿忠却回复，因为接下来有私人行程，只能在4月26之后才可以进行体检。可是公司确认之后，发现如果他等到那一天之后再去诊所，根本就没有适合的体检服务时间可以让他进行体检，所以等于认为阿忠根本不可能在5月2日报到的时候提供体检报告，所以认为阿忠的诚意不够，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在等待其他公司的面试机会，所以才迟迟不愿意去体检。最终公司就决定通知取消录取。后来阿忠认为公司侵害了他的权益，进而主张双方之间在报到日以前就已经成立了劳动契约，并且要求要依照双方协议好的保障年薪，按比例计算到双方进行诉讼之日为止，大约是求偿了42万元，而且还再加上了10万元的精神慰抚金。那法院在这个案例中是怎么看的呢？在判决中有提到公司在4月12日确认阿忠有领取录取通知的时候，双方的劳动契约就已经成立生效了。就算公司有诸多的理由主张取消录取通知，也都很难认定是正当的主张。也就是说如果公司想要终止契约的话，就必须要回归劳基法的相关规定，因此公司的片面取消其实是不合法的。从案例中法院的论述来看，确实有提到劳资双方达成聘雇合意的那一天，劳动契约就已经成立了，约定的报到日只是实际提供劳务的日期而已。在这起案件之中，看起来劳工的论述是比较合理的，只不过就算确认好了这个前提，法院再来审查阿忠是否确实有损失的时候就认为阿忠并没有办法证明自己已经有准备好要去上班的意思。法院认为阿忠后来所发出的 email 其实只是在谈判而已，并没有提出准备好提供劳务的具体事实，而且很快的他在5月下旬就已经去别家公司任职了，所以最终也驳回了劳工的薪资以及精神赔偿的请求。从这起案件来看，公司片面取消录取确实会需要承担相关的风险，只是案例中刚好因为实际上的条件而让公司不用付出了其他代价，可是不代表所有的个案都会是如此所以 HR 们还是要特别注意了。
最后再来看另外一种不同风险的案例吧。有一名我们就称呼他为伦哥的求职者吧，他是领有身心障碍手册的特殊身份者。某一天，他透过了人力银行投递了某家科技公司的作业员职缺。面试之前呢，公司寄了一份制式的人事资料表，请伦哥来填写。其中有一栏有问到健康情形，伦哥就勾选了良好。他可能是考量在现实的职场环境之中，很多身障者如果一开始就表明了身份，往往会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办法取得。后来到了面试当天，面试主管对于伦哥的表现其实是表示非常赞许的，而且在面谈的记录表上给了伦哥极高的评价。过了没几天之后人资就打电话给伦哥，并且通知他录取的结果以及正式报到的日期。或许是心中有一点顾虑吧，领有身障手册的伦哥在想等到公司帮他加劳健保时候，早晚会发现他有这个背景，不如就主动坦白，免得造成公司困扰。所以就在录取当天的晚上，寄了一封电子邮件给人资，询问到自己如果患有重度精神障碍，想要确认会不会影响到录取资格呢？结果人资把他的信件层层往上请示之后，最终认为伦哥在最一开始的人事资料表上是有填写不实的状况，也就是没有揭露健康的问题，进而就取消了他的录取资格。伦哥在收到了被取消的通知之后心里当然是非常不满的，所以就向主管机关澄清有遭到了就业歧视的状况。案件经过调查以及就业歧视评议委员会的审查之后，认定确实有违反就业服务法的规定，所以劳工局就对这个公司开出了30万元的罚款。由于公司不服处分所以后来又陆续提出了诉愿以及行政诉讼，我们也才可以看到整起争议事件的全貌。那么行政法院是怎么样看的呢？法院认为劳工在求职面试的过程之中，其实并没有主动揭示身心障碍身份的义务，而且经过调查，公司的部门主管也承认伦哥的状况对于工作应该是没有直接影响的，所以经过综合判断之后认为公司的行为确实有构成就业歧视，劳工局的裁罚是合理的，并且也驳回了资方的诉求。看了以上的这些案件雇主们应该就要意识到，在发出任何聘雇通知以前，最好都要充分考量前面所提到的这些相关法律风险，在谨慎评估之后呢，再正式通知劳方上工了。接下来我也简单列出了3个重点，提供给企业主们参考看看，是否要调整自己的聘雇程序哦。第一个呢，是建议在录取通知书上要载明需要求职者回复的书面形式以及期限。如果超过了这个期限的话，就可以视同求职者没有承诺缔结契约。如此一来劳动契约也就不会生效了。有些求职者们在知道这个期限之后，可能会考虑押秒再回复同意报到。那么资方如果真的反悔了，只要在劳工确认回复，也就是表示承诺以前就通知撤销的话，也可以主张契约是自始就不成立的。第二个呢，是建议要事先跟劳方约定到职前要完成的条件。像前面有提到的其中一个案例公司要求报到的时候要缴交体检报告，这样子的主张其实并没有问题，只是时间还没到如果就急着撤销录取通知，反而就会让自己站不住脚了。如果报到当天劳工真的没有完成特定的要求以及条件，资方其实就可以视为达成了劳动契约合意约定的解除条件，进而主张劳动契约应该要予以解除。当然要怎么样拟出适合放在录取通知上的条件以及文字，建议还是寻求专业的意见来进行个案上的讨论哦。最后是假如通知到职后却实际上没有办法评估，那我觉得就退一步来检视是不是有符合法定终止契约的事由吧。例如成立劳动契约的条件都已经成就了，可是后来也确实发现劳工在订定劳动契约的时候有虚伪的意思表示，并且有造成公司有损害的疑虑，那么就可以依照劳基法第12条第1项第1款的规定呢，不经预告终止劳动契约，或者就在契约中明定试用期的约定吧，透过试用期的过程来去审查员工究竟是不是适任工作，在考虑之后是否要依法执签吧。无论如何呢，我想大部分的劳资双方应该都不会想在正式开始合作以前就走到劳资争议调解的程序，或甚至对簿公堂吧。不过还是要提醒资方们在面对还没有到职的准同事的时候，应该还是要多一点同理心，体谅他们等待报到期间的不安心情。就算真的没有办法让新的同仁就任，也应该要妥善协商，并且尽早告知求职者们，以便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来去进行下一步的安排以及打算哦。
以上就是今天影片的内容啦。如果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也请多多帮我们分享啦。另外，如果想要系统化的了解劳动法令、变形工时制度的话，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收看线上课程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